有朋友说旅居是为了体验不同的文化，也有朋友说旅居是为了逃离熟悉的环境，而我说旅居是为了离家人更近一些。我在40岁时开始有了不同的感悟，我开始怀念我小时候的古早味。在这个特殊的年纪，我竟然开始思考人生了。嘿，大家好，我是小云。在我离乡背井之前总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可是当我真正领略之后，发现它和我想象中的差得有点远。就好像我们有很多外国朋友在他们来马来西亚之前都抱着一个刻板印象，觉得马来西亚很落后，可是当他们亲身体验之后就长见识了，有了和之前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对于外国朋友觉得马来西亚落后的反应，我们一点都不感到奇怪因为马来西亚的地表曾经几乎被森林覆盖得密不透风，直到今天森林依然占据着大约54%的总陆地面积。虽然森林现在不再那么嚣张了，但它似乎还没有放弃，依然占据着马来西亚。这个森林比例就比欧洲国家多出许多，而且这里还有各种千奇百怪的稀有动物，在我们家就能和猴子、松鼠、蛇、云南蜥等等打招呼了，只因为在我们家附近就有未开发的森林。当我们和外国朋友分享这一切时，他们就觉得我们就是住在原始森林里，简直是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啊。就在几天前，我先生和他同事开了个视频会议，他就稍微分享了他在这里旅居生活的点点滴滴。不瞒你说，他在荷兰的同事有被惊讶到因为他们都还未来过马来西亚，就自以为这里很多东西还保留着原始的状态，没想到原来在马来西亚生活简直是个方便又便宜的天堂。就拿最基本的吃喝来说吧，这是人类每天必做的事情，单单这一点，马来西亚就比荷兰便宜方便许多了。他们听了之后有眼前一亮我就开玩笑跟我先生说，看来我们在这里过得比他们想象中好其实外国人被大马惊讶到的何止这一些，当然这里面包括了许多好的，也有很多不好的。我们的朋友在来马来西亚之前最常问我们的就是哪里可以找到好吃的，会不会有语言障碍。很多人觉得大马人会说多种语言是非常 amazing 的。我在荷兰最常被误解成来自中国，只因为我会说中文。我们的香港朋友2个月前才来吉隆坡游玩，他们觉得吉隆坡比他们想的还要先进。最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的就是这里大部分的华人都会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其他种族大部分都会说英语，他们觉得这个非常棒，整个旅程瞬间变得比较轻松和愉快了。不过有一点我必须说，旅居和长居可真的有点不一样，在生活上有一定的差别。就拿我们家的厨房来说吧，因为我们在这里住的时间比较短，所以厨房用具并不是很齐全。有时候周末想开个小灶，却发现我们家好像缺了点厨房神器，这时候就会突然怀念起在荷兰家的厨房。当然你现在可能就会问，为什么不添加一些厨房用具呢？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们住的时间不长，也不常开炉买了又觉得有点浪费，就有点两难的感觉。还有的就是衣橱这个难题了，在荷兰穿的衣服回到马来西亚简直就是穿错了行星，所以每次我回到马来西亚都会为这里的衣橱补课。老实说，我非常喜欢在这里买衣服，因为真的太容易了，也太好买了。问题是我每次好像都买了一堆很相似的衣服，然后过了几个月再一次回到这里，又觉得这些衣服好像不太合适了，而且我也无法把它们带回荷兰，因为气候的差异，它们根本不适合在荷兰穿。我得承认这完全是我个人问题，与他人无关。我相信其他旅居者应该没有这个买了就觉得差不多的奇怪问题吧。我们在旅居生活中的窘境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虽然旅居可以带来不同文化的碰撞和友谊的建立，但有时候还是会碰到尴尬的情况。
比如说在荷兰，无论是遇到邻居，或是在散步中遛狗时，甚至是在电梯里或是火车上遇到的人，不管是认识还是不认识，我们一般都会简单的打个招呼 say 个 hello 或是早安什么的。但在这里，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就好像遇到了外星人一样，用很奇怪和害怕的眼神看着你，就好像在问你，你要什么？你想要干嘛？这让我们感到非常尴尬，到底我们应该继续礼貌的打招呼呢，还是即便对上眼也应该干脆的忽视对方呢？对我们来说啦，在这里和陌生人打交道真的是一门复杂的艺术，因为我们也不想让对方感到不舒服。虽然这些生活的细枝末节并非总是美好的，但它们构成了生活记忆的元素，让我们的岁月不留白。在旅居的生活和与家人的相处的时光中，我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小瞬间，有些这些生活中的小插曲却在细腻中勾勒出一些深刻的人生篇章。这些小瞬间就好像生活的彩蛋，当然它们总是不按我们的预期而来，但却在不经意间给予了欢乐和感动，就像生活在跟你说，嘿，我也可以很幽默哦。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就这样占据了我们人生故事中的一页？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小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